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台达制作的绿色科技充电站，与我们一起补充绿色科技，前瞻永续趋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ggie。这几年 AI 为全球带来了一场巨大的产业质变，而美洲更是研发和资料中心的核心市场。今天我们就要带您了解台达如何因应这个高度竞争的环境来保持竞争力，并且透过在地研发中心还有制造据点的扩张，更加贴近客户。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特别邀请到了台达美洲区曾百全总经理 Austin 来担任我们的访谈来宾，欢迎 Austin。 嗨，大家好，我是 Austin。好，曾百全总经理 Austin 他其实2024年就任职台达美洲区的总经理，而在台达呢，其实已经拥有25年的丰富资历了。在访谈一开始，我想先请 Austin 谈一谈，在1个多月前，美洲区刚刚办完了2026年度 Regional 的 Kick-Off Meeting， 而今年特别办在很特别的地方是 Arizona，所以待会请您聊一聊这个地点的选择。而且我听很多同事都说，这个活动非常的充实，他们的身心灵都很满足，所以我们就请 Austin 谈谈这次活动的安排，还有是不是也在今年其实有很多的展望？是，今年我们特别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安排。那今年做了不太一样的形态，我们特别选在 Arizona， 因为 Arizona 在1月的时候天气也比较好，那也比较适合户外的一些活动。其实今年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做到这个collaboration， 我们希望增进大家的 collaboration。因为美洲区幅员很大，其实我们大家团队都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其实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去大家聚在一起，在不一样的环境底下做一些 collaboration 方面的 discussion，所以我们特别选在 offsite 地方，让大家有这样的活动，也安排了各种不同的 topic。那 pick 大家的 brain， 然后让大家做这些脑力激荡，把大家的一些回馈整理好，取得大家的共识，我们就会陆陆续续来推动这些大家的 conclusion 的一些 feedback。是，您特别提到 collaboration， 是不是包含在今年可能在美洲区即将会展开的一些，不管是专案，或是我们在很多像现在台大在推动的 solution business， 是不是也是扣合您的这一个主张？是的，其实我们在 region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是台达的平台。那平台 by definition， 其实我们就是要 serve 各种不同的产品，各种不同 BG 的这个需求跟产品，所以需要不同的团队大家能够合作。另外，也就是因应这个市场的变化，其实我们 customer 也在改变，这些变化呢，都促使我们必须要有更密切的讨论、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 data center 的客人，他可能会需要有这个 microgrid 的需求，或者是他们需要建立 ESS 的 energy storage 这样的需求，那就必须要把这个 energy infra 的团队带入，跟着 data center 一起去做这样的模拟讨论。那所以其实今年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怎么样促使大家能够就是 incentivize 大家去做这样的 collaboration。 难怪我后来听到很多同事聊，他们都是印象深刻，而且特别是在一开年，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很有意义。是，对啊。那刚刚你也提到，其实透过这个活动，当然是凝聚大家，然后让大家可以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 mindset， 知道说今年其实我们就是要开始创造一个 collaboration 的一个环境。那特别在美洲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今年我们其实在很多，其实也可能不只是今年，我想大概这是一个大概短期美洲区的一个业务重点，有大概哪几个领域，或是现在哪几个 industry？ 是，我想美洲区业务的重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目前的这个 AI data center 这一块，这个是必须要能够掌握住这个机会的。我想这个是100年难得的一次的整个产业的变化产业的 booming， 那我们必须要好好掌握住这个机会。那我想客人的需求其实都还蛮大的，那只是说对我们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更快速的能够去满足客人的需求。那这也不包括只是美洲业务团队了，你还要包括如何跟我们的 BGBU 合作，如何跟工厂这边来合作，能够真的去满足客人的需求。我想这个 demand 来的是很快的。那我们的 challenge 其实是怎么去 fulfill 这个客人的 demand。那 at the same time， 当然有很多这些外部的因素，包括这个后面怎么去因应这些，其实都有蛮多这种蛮特殊的挑战我们这个必须要去应对它。那除了 data center、data infrastructure 之外，其实我们另外看到一个是下一波的，我们在看的是 energy microgrid energy infra。那我觉得这个是缺电
好，那这个因为 AI data center 的关系，其实整个电网，特别是美国市场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好，那怎么样去 fulfill 这样的电力的需求？那目前就是我们在 Microgrid 的团队增加一些新的成员，那看怎么样来帮助台达能够更快在 build 我们这一块在 Microgrid 这边的 foundation， 然后找到一个方向。当然要进入这种 energy utility 方面的这个生意，其实它的门槛是蛮高的，所以还有很多必须要赶快去学习。那所以这个需要更多这种在业界有经验的这个同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去了解、去应用这一块。那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不同的产业特性了哈？我们姑且不要讲它是挑战产业的特性。好，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它？怎么去 mitigate 这样的风险？啊，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的重点。是，所以 AI 跟 energy 看起来是我们下一波。是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要回来美国这边做 Made in America 哈，所以在 manufacturing 制造这一块，其实也会有一些 factory automation 这样的机会。我们要去建立我们在这种 factory automation 这方面的这个 solution 的团队，不应该只是在卖单一的这种 component。所以在整个 factory automation 方面，怎么去建立我们这样的能力去应对？那目前也是有些进展了。所以您提到的是针对我们现在在市场的 trend， 我们自己台达的几个业务的方向，但也特别想请问您，就是其实也因为这几年 AI 我们在市场的表现其实很不错，那我们其实不管是整个台达，或是甚至是在美洲区，我想我们开始您刚讲到的 manufacturing sites， 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在 expand， 所以台达在全球其实包含很多的 region 都一直有扩厂的计划。那特别谈谈美洲区这边。是我们现在美洲区在 Plano 有一栋这个既有的 building， 我们现在在大的系统在 Plano 这边在生产。那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在建那个是算是 F1 第一期，我们现在也在建第二期、第三期的 factory building。那但是因为在美国，不管你是建设 construction 也好，或者你需要这个申请执照，这个时间都是比较长的。那因应市场的快速的需求，我们也在美洲区现在有另外租了另外一个厂房。好，那现在预计今年下半年可以上线开工，做这个大型的一些 rack cabinet 这样的产品。因应这种市场的快速的需求，我们很快在美国这边去扩张。At the same time， 那我们也是要很小心的，因为也要看一下说整个环境的市场的改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目前看到客户的需求都是至少对大型的这种产品都希望要求要在美国生产，特别是 data center 相关的。是，所以我们有没有时间表达预期？我们自己的 manufacturing site 大概在2027吗？明年？我们自己的 manufacturing site 应该在2027年、2028，目前看到的2028 F2 应该是可以完成。接着目前的规划是接着是 F3。会接着施工。哇，速度真的跟得很快，跑得很快。是。但是除了制造，我想是一定要跟上的脚步。其实研发动能一直也是台达很厉害的一个强项，特别是在美洲，我们一直有一个研发中心在 Raleigh。那所以针对我们在研发的布局的话，也请您谈一谈。我们就是在 Raleigh 那边，我们持续去投入在 Power Electronics 这个领域的研发。好，那个团队。基本上是做比较 advanced technology， 除了现在目前的我们算 low voltage 之外，它也开始做一些 medium voltage 这方面的布局。所以我们也在往那个方向去看。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是我们在美国开始会有一个团队做这个 energy 相关的这个研发，因为在 energy infrastructure 这个领域但在美洲区我们这个美国的市场当然相对比较大的。那 utility grid 这一端其实在美国是有蛮多的 regulation， 必须要符合 local 的这些规范。那这个是过去我们或许在亚洲区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所以在美洲区我们会建立团队来补足台达在这一块的不足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积极在布局的。您刚刚提到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很多开始有自建的一些实验室？我想这个是非常 exciting news。是，其实我们因为客人的 demand 来得很快嘛demand 变化也很快，增加的也很快，可能这个月讨论的需求，可能下个月开始又有什么 demand 进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后续会陆续再去增加我们在美洲区这边的实验室。当然我们目前是
Plano 那边因为有制造，所以我们是以 Plano 那边为主，能够去建立在那边的一些实验室，跟制造那边尽量连接在一起。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在考虑，就说因为 Fremont 这边我们也要考虑怎么去 expand。第二个是刚刚有提到在 Microgrid 这边的一些布局，计划在 Detroit 那边先把我们 demo site 先把它比较小规模的 demo site， 因为在既有的基础上，我们那边有 energy storage， 将来会有 SST， 我们会在那边先把 AC Grid 这边的 demo site 先把它建立起来。那后面比较大型的会搭着我们在 Plano 这边的发展，我把它建立在 Plano。OK， 听起来其实真的一直在脚步没有停。是不同的投资，除了研发之外，那同时我们会也在规划在不同的 location， 像在 Seattle 我们会在做一些 renovation， 让它能够使用空间能够更大，能够更贴近客人，在那边做一些比较 localized 的 serve 客人的实验室。所以其实我们在各个地区都有一些不同的布局啦，非常期待。是，那今年也很高兴了，就是去年年底，今年我们找了一个新的 marketing 主管也进来，所以在 marketing 方面，我们有更专业的人员进来，帮我们在 local 这边，在整个 ecosystem 怎么去做到更好的 communication。这个是今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effort。您提到的 ecosystem， 我们可以还是有很多 branding 的纵效。是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去 share 我们的 success story，能够去 share 给这个 ecosystem， 给这个行业里面到底台达能够提供的是什么。过去因为我们是 focus 在 key account， 你跟 key account 谈就好，可是这个产业变化速度很快，那也有很多新的 player， 所以你必须要有更多的这种 marketing 的 effort， 让我们台达能够被这些潜在的客户知道。那就是我们在 communication 上面就必须要花更多的 effort。是，特别是其实台达在这一块，我们的 offering 其实是我觉得相对其他的厂商，我们是更有竞争力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from grid to chip， 就是我们真的是从电网到晶片，从大到小。其实台达不管是在电源或是在散热，我们在这些领域以及能源基础架构，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在这边的布局以及我们的技术能力是非常超前。是的，台达是少数了哈，或许是唯一一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从 grid all the way 到 chip， 其实我们都有相对应的产品，都有相对应的这些技术能够去对应。那我觉得对 region 的 responsibility， 对 region 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这个能力把它推广给我们的客人，让我们的客人不管是 key account 也好 co-location 也好，让这些 potential customer decision maker 能够更知道台达有这样的能力，不再只是单一。大家其实过去对台达相对刻板的印象都是power supply power electronics， 可是其实 more than power electronics，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有 cooling。我们除了 power cooling thermal 之外，其实我们在 microgrid 在 energy 这边其实也有一些琢磨。那所以能够推广的能够销售的 promote 的其实有更多。那怎么样去做到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marketing 这边的 effort 之外，我们怎么样让内部的团队也能够从 product sale 到我们讲 product portfolio 的 sale， 那到整个 system solution 这方面的 sale， 其实这个都需要有一些过程去改变它。那当我们越跨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相对应的我们自己 region 这边内部的能力也必须要去把它建制起来。比如说包括 service 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 technical 的能力，包括我们内部整合的这个 integration 的能力，这些都需要把它建立起来。另外一个，我们内部的很多流程都是 product sales 的概念，可是当你到 solution 的时候，其实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概念。那另外一个前面提到的，当我们提到 collaboration 的时候，它又不一样，我怎么 collaborate？ 我2个团队、3个团队一起做的时候，大家怎么去 collaborate？ 那我怎么去 incentivize 这个不同的团队？那大家怎么合作？这个机制要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您其实已经分享了台达现在这几年很重要的业务方向，就是 solution business。是。那特别刚刚您提到资料中心，其实就是我们真的跨领域、跨我们自己内部的业务单位，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是。那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其实在今年我们对外的官网，我们其实做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在 solution 其实就是 solution by industry， 所以 industry 里面当然 data center 会是一个。那在美洲的话，除了 data center 以外，您自己看到 solution 还可以在哪一些 industry 去做很好的发挥呢？我觉得 solution 其实可以在
除了 data center、data infrastructure 这边之外，其实我们过去一直的领域在 telecom 也好，在 energy 这边其实都可以做很大的发挥，特别是我们假设拿 data center 为例，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我们讲 grid to chip， 其实它是 white space、gray space， 然后我们讲 grid 这个叫 black space，那或者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叫法，但是基本上分成3块。那我们台达本身就是不同的领域进来，可是客人要的，他最终要的，他希望是你能够 total。的 solution 到底怎么去架，对台达本身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哈，因为毕竟我们原来的模式是比较摆 BG 摆产品，但是当我们要把这些产品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挑战了，我中间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 Region 能够做什么 ？BG BU 能够做什么？或者是大家中间的分工合作怎么去做？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当除了台达内部之外，我们也必须要学习跟外面的 partner 合作，因为我不会，台达并没有所有的产品，也不应该去做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有一些不适合台达，有一些是 partner 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们怎么样去参与到这个 ecosystem， 怎么找到对的 partner， 那怎么跟 partner 合作一起来做，我觉得这个是 region也必须要能够去很快去学习的，能够去带着台达。当我们跨到 solution 领域的时候，其实它是比较 local 的生意的，它是 local 需要的能力比重会越来越大。除了产品之外，也有很多 local 这边整合的 local 的法令 ，local 的这个比如说你要去安装，你要去 commissioning， 你必须要有 local 的 license， 你找的工班就必须要有这样的 license，所以这个都是有很多当地本地的需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处理的，要去做的。但是市场变化很快，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市场的驱动底下，能够更快的去做？所以其实我很 appreciate corporate 这边开始有这个 global service 的单位，帮我们建立很多这种 back end 的这方面的这些 procedure 也好啊，这些 guideline 也好，因为有很多事情其实光靠 region 本身是做起来是很辛苦的，region 的能力也不足，特别是有这么多这么快速的需求，这么多的 business 我们要去对应，经验也不够。但 region 能够做的是，我们把在业界找到有经验的人，让他们进来，能够帮助台达很快的入行，这个是 region 的责任。好，那入行了之后，跟着大家怎么一起去把这个任务去完成，我觉得这个是 region 另外一个很重大的责任。要怎么入行？所以其实也跟 corporate 会有很多的单位很密切的合作，这可能是您之前从事业单位到 region 的转换，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体验哈。特别是美洲区，因为美洲区毕竟它是技术的这个发展的先驱了哈，对全球的技术发展先驱，所以美洲区走的比较前面。那所以有很多台达美洲区，我们的责任就是赶快去找到对的人，怎么让他们能够进来，或者是美国的市场就这么大，他怎么样去快速去因应它，能够把台达的这方面的 know how，能够把它建立起来，这个也是美洲区我们必须要做到的责任。你有没有想象中，大概如果3年后、5年后，你希望把美洲区的 Delta Brand 有没有一个期待？我希望就是 Delta Brand 在我们 target 的 industry 里面或 target 的 segment 里面，我希望能够把 Delta 的 brand 让 Delta become somebody，Delta becomes major player in 在我们选定的这个行业里面。当然我不可能 cover 所有的行业，因为有一些就不适合。在我们 target 的行业里面，我希望台达的这个品牌能够是一个 well known 的，能够在这整个 ecosystem 里面能够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朝这个目标一直往前迈进中，还需要努力，还有很多大家美洲区这边还要再继续努力的地方。对，也谢谢奥斯汀刚刚分享很多您自己不管从这2年的心得，或是您自己在角色上转换。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刚刚我们在访谈一开始有提到，其实您在台达已经25年了，想了解跟您聊一聊，看看您自己个人，可能先从您在台达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职能、什么样的角色，好不好？然后您觉得这样一路走来，大概有什么样的心得？其实我刚进入台达的时候，那时候是在 Telecom Power 领域。其实我进入的时候我是 Sales，我是负责 Telecom Power 的 Sales。那一开始 Telecom Power 那时候一开始我记得我的领域是
东南亚或者是 rest of the world， 就是透过 channel， 所以是跟 channel partner 跟这个 SI 这边去合作。后来开始参与 DES Telecom Power 这边的整并，所以跑了蛮多的 region， 其实 exposure 是很大的，学了很多这些跟不同文化的人、不同地区的不同区域的同仁怎么合作。其实当时大家一起在做的很多同事，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所以其实革命情感都在，其实蛮有意思的。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段时间，当然跑了很多地方很辛苦，不管巴西，包括非洲，包括欧洲，其实去过蛮多地方的。那Telecom Power 之后，其实后来有个因缘际会，有个机遇，就是转到这个做电动车，是完全不同的领域。那个时候就能进到电动车的这个领域，是，我想那是10几年前。对，感谢这个 Simon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进入电动车领域。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台达算是一个比较新的 new business， 在那里面其实也学到，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学习是怎么样从在 new business 里面，其实你18般武艺，你的所有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通通要去想到要怎么去处理它，那特别是那时候早期的时候，台达对于车用的需求不是那么了解，对于车用的，它要求你先投资产线啊，或者要求你先产线要建好，才可以给你的这个量产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有很多这种需求，或者是这种不同的磨练啊。当然当时觉得很辛苦，因为什么都要管，但是事后觉得其实给我蛮好的磨练的机会。其实我是很 appreciate 这个公司能够给我这样的舞台，这样的机会去学习。那后来从电动车之后是到达创，到达创又是不同的行业，因为达创基本上在台达它是做 system level 的网通的产品，它是比较属于 system level 的，它跟台达我们在做这种 power supply 或者在做这种 component subsystem level 是不太一样的。那也因为有这些不同的经历，所以后来来到美洲去之后，其实跟不同的客人都还至少有一些经历可以 leverage， 有一些 knowledge 跟客人能够去沟通去谈，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还蛮 appreciate台达能够给我这么多机会，在不同的领域去做磨练、去学习。对，也因为公司很特别的体制，还有不同的业态样貌，然后也可以让您在不同的职涯的学习，其实都累积了很多经验。我也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对，其实回头来看的话，每一步都累积了向前的能量。我自己的体悟了，就当下有时候可能你觉得很 frustrated， 当下你觉得很痛苦。有吗？你有？Of course， 25年。不过就是当然我也感谢公司，也感谢家人。其实我在很多学习，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太太，其实对我是蛮 support 的。那包括我来美洲区这边，其实他也蛮支持的。所以其实我很感谢所有人给我的这些 support 跟机会。那我也希望说，就透过这一段在美洲区这边的工作的时间，能够帮台达在美洲区能够打下一片更好的江山。哇，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意义的一段分享。我想今天 Austin 跟我们谈到了很多，不只是从台达的业务在美洲区，我们现在在 AI 领域 from grid to chip 电网到晶片的 AI 核心技术实力，还有我们在 One Delta 的怎么样做 solution 的资源整合，我想都展现出台达美洲区作为一个 AI 和能源核心伙伴的一个强劲的动能。而我们也看到 Austin 他带领团队，其实在地研发还有生产的优势，都已经逐渐将各项的挑战都转化成契机，所以我们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也和我一样，今天收获满满。谢谢 Austin， 谢谢大家，谢谢。最后，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订阅，也可以为我们打下5星好评。绿色科技充电站，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